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欢迎来到天天相见厨房。今天我们就用包菜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家常菜——包菜炒鸡蛋。这样炒出来的包菜翠绿爽口，而且鲜香美味又好吃。它不仅清淡不油腻，主要是还非常的有营养。最关键的是，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，相信你们看过一眼之后就已经学会了。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新鲜的大包菜，接下来我们将包菜的根部切去一点点，不要，然后再把包菜放进大一点的盆中，接着我们再用手给它撕开，把包菜的叶子一片一片的剥下来。全部剥下来以后，我们再把包菜的叶子全部的撕成小片。有些人在处理包菜的时候都是直接的用刀切的，其实那样是不好的。包菜最好的处理方法其实就是用手撕。用手撕出来的包菜，它的形状不规则，而且炒出来后也没有那种刀削的味道，所以手撕包菜吃起来会更加的香一点。我们将所有的包菜全部的撕成小片以后，接着再往里面添加一大勺的食盐，再添加满清水，将包菜给它浸泡起来。因为食盐它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我们用淡盐水将它浸泡起来，可以很轻松的清洗掉里面的一些脏东西还有虫卵。我们先把它放开一旁浸泡片刻备用。趁着空余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些大蒜子，先把它改刀切成薄片。把蒜片切好了之后，我们再将它改刀切成蒜末。切好了之后，用小碗将它装起来。如果喜欢吃辣的话，我们再准备少许的干辣椒，用剪刀将它剪成小段。如果不喜欢吃辣的话，我们可以少放一点，或者是不放。将小料全部处理好之后，先给它放开一旁备用。将包菜浸泡10来分钟以后，接着我们下手将它清洗一下。我们在清洗的过程中，用双手给它搂着洗。这样清洗的话，里面的一些沙子还有一些虫卵就非常的容易清洗下来了。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控水捞出来，再放到另外干净的大盆中，再往里面添加大量的清水，再一次的将它清洗一下。经过这样的反复清洗过后，里面的一些灰尘、杂质还有虫卵就清洗得非常干净了，这样我们吃起来也就更加的放心了。我们将包菜给它反复的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给它控干水分，捞出来，先给它放在盆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面添加1勺玉米淀粉，还有1勺清水，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，把它调成水淀粉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先给它放开一旁备用。再准备一个小碗，然后再往碗中倒入4个新鲜的母鸡蛋，再往鸡蛋液中添加适量的食盐进行调味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把刚刚调好的水淀粉也倒进来。我们往鸡蛋液中添加少许水淀粉，可以让鸡蛋炒出来更加的蓬松鲜嫩，而且也不容易炒老。用筷子将它不停的搅拌，让里面的蛋液和水淀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接下来我们起锅，往锅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用油，把油烧热之后，再把鸡蛋液放进来，开中小火把鸡蛋液翻炒一下，将它炒至凝固，给它不停的中小火慢慢的翻动，这样炒出来的鸡蛋才比较鲜嫩。大概翻炒个30秒左右之后，我们的鸡蛋就已经成型了。鸡蛋在翻炒的过程中不用翻炒过久，不然容易过老。把鸡蛋翻炒成4平中这样子就可以了，然后先给它盛出来，装在盘中备用。
接下来重新起锅，再往锅里面添加少量的油，油热之后，再把切好的蒜末放进锅中，用小火给它翻炒一小会，把它炒出香味。炒出香味以后，再把控干水分的包菜放进来。接下来我们开大火将包菜翻炒一小会，这一步需要先把包菜炒软。我们开大火可以将包菜快速的炒软，避免长时间的低温翻炒，造成包菜发黄变色。同时，因为清洗过的青菜，它的水分含量大，大火翻炒还可以避免青菜出水流汤。我们开大火给它翻炒1分多钟，把包菜炒软。将包菜炒软之后，接着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给包菜调个味道，然后再继续的将它翻炒几下，将食盐翻炒至融化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伸出您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大家。翻炒均匀之后，我们再把鸡蛋重新的放回锅中，然后再开大火将它快速的翻炒一下，将它翻炒均匀，让里面包菜的味道和鸡蛋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这样炒出来的包菜就特别的香了。我们将鸡蛋重新的放回锅中以后，不用再翻炒的太久，大概再翻炒个1分多钟就基本可以了。最后将它大火翻炒出锅气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而且这包菜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。关火后将它出锅装盘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啦。就这样，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家常菜——包菜炒鸡蛋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这样炒出来的包菜绿油油的，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，而且吃到嘴里脆嫩爽口，清淡不油腻。主要是它的营养还非常的丰富，最关键的是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，相信你们看过以后都已经学会了。如果您也喜欢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哦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，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，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